从大裤衩过来，喝2杯，喝了杯。哦，这下雨了。对 ，Cheers，Cheers，man。好，七夕快乐！今天我跟帅哥回来做大家的 Q&A， 我们呢挑了9个问题，用中文回答，然后1个问题用英文回答。OK，let's get started。第一个问题，大家都想知道的是什么时候要宝宝？我们打算今年要宝宝啊，就是大概忙完了这几个月以后，我们就准备要宝宝。我有一点紧张，你紧张吗？我还可以。我觉得我有点紧张，因为我觉得宝宝会对你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但是呢，我们也是非常想要的宝宝，所以也是很开心。忙完了夏天，准备要宝宝，大家等着吧，有好消息会告诉大家。第二个问题，想问翠姐，怎样才能让男朋友接受我欧美风格的化妆？男朋友是军校的教员。我觉得是这样啊，你就跟他讲，你说中国的男孩子喜欢那种乖乖的小白兔的清纯的，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性能力不自信。你跟他说对性能力自信、非常阳刚之气的男生都喜欢欧美范儿的。你看咱们不喜欢那些小鲜肉都很娘啊，欧美没有喜欢这种娘的，所以你跟他说欧美装的女生是给充满了男性荷尔蒙的男生准备的。如果说只喜欢清纯的乖乖小白兔的男生，一定是，你懂我的意思了吧？对，你就这么跟他讲就好了，明白了吧？我问你，你喜欢欧美妆还是喜欢清纯？我看不出来区别。那你是喜欢我清纯的还是妖艳的呢？我还是喜欢妖艳一点。你看，对自己自信的男生都喜欢妖艳的，凡是喜欢清纯的都是对自己不自信，就这么跟他讲就好。OK，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他们想问翠哥背后的故事。我是8岁去的英国，我刚去英国的时候一句英文也不会说。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8岁是上小学4年级，然后那个时候小学5年级的时候就要考重点中学，父母就特别想让我考一个好一点的重点中学。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真的一个8岁小孩，没天没夜的在背英文单词，去学怎么样去考这个人家的考试，然后做很多很多的模拟考试。然后最后呢，勉勉强强的考上去了。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是个奇迹，就是说我从1年9个月的时间，从一句英文都不会说，就是说到可以考上一个，就是说在英国公立学校里面算前10名的一个学校，努力然后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我觉得我的生活也有一些不是很顺利。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考牛津，但是后来牛津没有考上，也只能怪自己，就是说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吧。你后来考上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也还可以吧。后来工作呢也有一些就是说不顺的地方，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成功的话，你必须要经过一些比较困难或者不顺的阶段，不是说你失败了，或者说你跌跟头了你就没有成功，只是说这个只是你的成功道路上的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其实在你知道的所有很多成功的人，必须经过一段就是说不是很顺、比较困难的一段时间，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怎么样定位自己的人生目标？你的人生规划有什么？我也想知道，他的人生规划。人生规划就是生2个小孩的，生2个小孩，然后我觉得继续努力工作。好，那我们继续下面的问题，又是问你的，你好 popular 啊！你是到了哪一个阶段决定跟我求婚的？我觉得大家也知道，就是我和翠翠爱情历史，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好，后来又分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和好。其实我后来决定和好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我如果要和好的话，就肯定会结婚。就是这样的，就是后来我们分手一段时间，然后再和好，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决定就是说要结婚。对，是这样。下一个问题，我们在一起是 AA 制还是男生买单？比如在谈恋爱的期间一起旅游，机票是各买各的还是翠哥买？我忘记了。好像是这样的。我觉得比较贵的旅行的话，我也会 offer 一些。然后我记得机票是你买的，但是我会 offer 一些。其实我很奇怪，就是我如果不喜欢一个男生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让他给我花1分钱的。我记得刚刚开始跟你约会的时候，我们的第2个 date，第2次去吃饭，然后就是我花了钱，因为那时候不确定要不要跟他交往。女孩子呢是这样，我觉得男朋友给你花钱是 OK， 但是呢你一定要自己独立的经济能力啦。我不会让男生都买单的，尤其是我不喜欢的男生，我1分钱都不会让他花的。我不想觉得我欠人家，但是我喜欢的男生，你知道，我觉得让你给我花钱是一个 privilege。2个人在一起的话，也要看经济能力。如果一方已经工作了，有很多钱哈，他可以应该多付一点。如果说2个人都是学生的话，那2个人都没有钱的话，可能男生多付一点，女生少付一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男生约你出去，第一次约你出去，他订的酒店什么的，我觉得first date 第一个约会是男生第一次约会酒店餐厅。如果他订的餐厅，他第一次叫你约会出去的话，我觉得这个 first date 第一个约会是应该男生付的。你怎么看这个？具体
体说男生付还是女生付，这个不是特别重要。我觉得如果你谈恋爱的话，你应该是去了为了爱情去谈，不是为了这个说金钱去谈。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具体说谁付钱，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不是说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结婚了就无所谓了，两个人我们都是联名的账户，就他的钱是我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所以。但是崔哥说的对，你是秉着喜欢一个人的态度。当然，我觉得经济条件吧，也不是说完全不重要，也是有一点重要。如果说两个人经济条件差太远的话，可能会有一定就是生活期许上的这个矛盾，会很不容易。但是呢，我也不想让大家说，因为爱情嘛，这个东西是不能解释的。经济条件对我来讲也不是完全不重要，但是绝对不是最重要的。我最喜欢的是比较聪明的男生。OK。下一个问题，这一问你的，请问第一次见到 Tracy 就对 Tracy 心动吗？我跟其他女孩比有什么不同？回答一下。叮 Remember, there's a right answer for this. 哪怕喝点。干掉了。其实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当然是朋友介绍了，但是其实我见他第一次的1年之前，就有一个朋友提过有 Tracy 这么一个人，有名人。然后呢，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有名，Miss New York。好几人。但是那个时候人家说啊，只有这个一个女孩在纽约，然后挺好的。但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所以也没有想太多。后来1年以后呢，另外一个朋友说，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叫 Tracy， 他刚去新加坡，他是谁都不认识，就带他转一转。然后说哦，这个 Tracy 好像我以前有点印象。然后我后来就记住他啊，原来我其实在听说过这个歌。然后第一次约会了以后呢，我想他不是一见我心动，还没见我就心动。可以，好吧？如果你这么想这么理解的话，就可以。是不是这个意思？可以是。第一次约会我们就先去喝了一点 drinks， 然后去吃。我记得咱们吃了一风堂，吃完以后又去一个酒吧去喝。这个不是约会，其实就是朋友间聊一聊，不是一个official date。我觉得是约会，至少对我来说完全不约会啊。但是后来我们就是喝酒的时候，我们就聊很多东西，聊一些政治上的东西啊，一般。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一般在朋友圈里面聊天都是无敌的，但是后来碰见 Tracy 的话，他把我说的无语了，然后知道这是第一个女生能把我说的是这样的，就是在政治、经济、时事上。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后来我在结婚的誓言里也提到，那个当天我们就聊了大概7个小时，一直不停的在聊时事、经济、政治这种话题，是我最喜欢的。当时我就觉得哇，好了解我，这些东西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很少女孩子对这方面感兴趣。多读这方面的书，我觉得对改变女孩子的气质很有作用。所以希望我的宝宝们，我的这些看我视频的这些小伙伴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政治、经济、时事，不要一天到晚去追那些娘娘腔的明星，我觉得很没有用。当然你喜欢明星无所谓，我曾经有一个阶段也喜欢过明星，但是真的增加一个人的深度、气质，追星是不行的，真的不行的。所以也是一个给看我视频的这些女孩子们一个建议吧。当然，如果你很喜欢一个明星也无所谓啦，就是你开心就好了。OK， 我们继续。翠哥和我少女时期的梦中王子有哪些区别？我曾经特别小的时候，就12、13岁的时候也喜欢过明星，但是我没有追过星啊。我那时候我记得知道美国那个 NSYNC 里面那个 Justin Timberlake， 我曾经很喜欢他。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一点都不喜欢文艺范的这些男孩子，我就是喜欢理科男，很有数学化、逻辑感、知识丰富的男孩。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男生的样貌越来越不重要，一个男生的性格，一个男生的道德品质比长相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当然，我觉得我老公还是挺帅的。但是确实是，我觉得女生呢是很有意思。如果一个男生见到女生第一眼不喜欢，可能以后就再也不喜欢了。女生见男生第一眼不喜欢，以后还是有可能喜欢的，说明男生的人格魅力和头脑其实 just as important， 对吧？好，继续。结婚以后现在也是异地，大概多久见一次？异地如何维持感情？这个你来回答。好吧，其实我觉得结婚以后，我们可能1个月能见3次吧，差不多。主要是Tracy 他飞得比较勤，因为他在电视台工作，他不用每天去坐班，但是我呢1周需要工作5天。Oh, I feel so bad for you. You have to work 5 days a week,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in the world. 但是你一天不是工作3天吗？但是我那个工作就1个小时需要脑动、头动，还有就是你明白的，你懂的，就是需要全身心的。我觉得可能10次都有9次或者8次是 Tracy 在飞，其实他飞的比较多，然后他每次来香港可能能待个4、5天这个样子。我觉得其实异地还是挺难的，当时我们俩异地时间也比较长。我觉得异地最重要的，如果你想维持你的这个感情或者怎么样，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起码有一个时间的规划，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异地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1年之后，或者说1年半之后，或者2年之后，甚至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计划，说我们怎么样可以真的在一起。因为我觉得特别长期的异地的话，如果你没有这种计划，是很难那个维持的。其实毕竟其实异地还是我觉得还是挺难的。所以咱们俩异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北京和香港不是那么远，而且没有时差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就是这样子不容易。确实，我们进下一个。
婚礼是女方决定的多点还是男方决定的多点？这个让你来回答哦。我记得其实很清楚，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星期六结婚，然后星期四我老板说你怎么还在这里上班？你怎么还不走？其实我觉得婚礼99%都是 Tracy 来的安排和他的想法，我唯一就是说结婚之前自己露了个脸。我当时跟翠哥说，结婚当天你有2个任务，第一个是 show up。出现，第二就是 say the right name， 说正确的名字。他之前我也没有让他管，因为他工作非常的忙，而且这个是我的 vision， 我的想法，我从小就有一个婚礼梦嘛，所以我交给他直男嘛，怎么能相信他们呢？所以不行都是我的决定。翠哥当天就出现，然后说了对的名字，但是这个当天其实特别紧张。我们2个在那个说誓言的时候，他都在冒汗。选美经理，但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一个朋友去参加曼哈顿小姐，然后我也去了，居然赢了，我都不能相信了。然后他们就给了我钱，推送我去选纽约小姐，当时也没觉得能够赢，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你给我一个去坚持健身的好的机会。然后没有想到居然又赢了，我从大概最后参加纽约州小姐的决赛是200多个，就是美国女孩子里面选出的，就是金发碧眼啊，还有黑人女孩子各种肤色都很多。我当时没觉得我一个亚洲人会赢。而且我还不是在美国生的嘛，而且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华裔，其实还挺不容易的。当时我觉得这点还是应该给美国人一个大拇指，就是他们真的很包容。刚很难想象，我们选一个北京小姐，选出一个俄罗斯的人，这个这对我们来讲很难想象。但是在美国就出现了，所以这个社会还是非常非常包容的。然后好的宝宝们还问我，就是在美国有没有遇到过种族歧视啊什么的这种。然后最近那个米兔事件嘛，在我职场上有没有遇到过骚扰？第一个是种族歧视，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过。我还觉得，因为我是亚洲女生，可能在很多时候还占了不少便宜。然后那种米兔事件工作中也完全没有受到过骚扰，我觉得没有。我所遇到的人真的都对我特别的尊重啊，或者哪怕是导师也是对我，就真的是关怀的那种，从来没有，连边都不沾，没有过骚扰。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对方知道你对这种事情不 OK， 就是一定要表现出来，不是模棱两可，欲救还从那种，一定是 no， 是 no is no，no means no， 你跟他知道就。No， 我觉得我可能因为是我自己性格比较火爆，就是我跟大家说过 sometimes I can come off as a bitch， 我也比较 bitchy， 可能别人不敢惹我吧。我觉得就是 no is no， 就是他知道的话，他就不会再去骚扰你。但是如果他还这样的话，你一定要说出来，一定要告诉你相信的人，父母啊、家人等等来帮你。这个是我自己的建议。回答这问题不忘吃，我们要一个 cheese platter， 蒜蓉虾、生蚝。Here's all of it。OK， 我们接着回答问题吧。还有一个，你是什么星座的？翠哥是双子座的，一个纠结的小孩。我完全不信这个，他认为这是居上。这个应该是骗人。吵架的时候谁先补谁？我们俩吵架，我觉得第一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吵过特别原则性的问题，一般都是小事在吵架。上一次我们俩激烈的争吵，是因为我们就北朝鲜是否应该被拥核的问题吵了半天。我们就不说每个人的意见是什么了，反正就是为了这个吵半天。我觉得90%的吵架都是你先跟我生气，所以后来我就要哄你。是这样的，极少情况是我会先说。我们两个有一个 Q， 他一说 de-escalate 降温 ，de-escalate 就说别吵了，我们两个都退。这个我们的 de-escalate 就是这样。Okay, last question. We ne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 in English. So people want to know. We've been together for more than 6 years now. How do we keep our sex life? I need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in English because I'm uncomfortable talking about sex in Chinese. But English is okay. I can talk about sex in English. What do you think? I think you should go. No, I want you to answer it first. I think I find you very attractive, regardless of how long it's been. I mean, it's not the same. After a while, that animalistic urge goes away. Like, in the end, it's just someone that you really truly care about. And when you truly care about someone, then it's not really about the sex anymore. It's about how you want them to feel good. You want them to be happy. You want them to feel good being around you. It's about that. But I still find you very attractive. I find you very attractive after 6 years as well. If anything, I think I find him more attractive than ever. We do find each other more attractive than ever. And also, just some advice for gals for the girls out there wondering how they can keep it fresh. I do think communication is the key. You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the other person likes, and you want to make sacrifices. You want to make the effort. You want to make the effort to make the other person happy. Whether it's sex or anything else, it's all about the effort. Yeah. I think if you're willing to try new things to keep it exciting, I think that also helps. Yeah. I think after a long time, you have to make more of a conscious effort to make it work. Sexy is the best kind of music, in my opinion. So I do believe that you'd be lying if you say that you don't want to be sexy. So
there you go. Like, feel sexy, make your husband feel sexy.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being open with the other person about what you like in terms of sex. Once you find a wife, especially, I mean, you're going to spend the rest of your life together. So you may as well be open about these things and not be embarrassed about whatever it is. And the girls should watch Sex and the City. That show changed a generation of American women's view towards sex. It made women feel okay to be sexy. It made women feel that it's okay to be sexual. Being safe, obviously, is very important. You need to be safe. You need to practice safe sex. But at the same time, do not feel guilty about wanting to have sex. Do not feel guilty about trying to be sexy. That's all. And communicate with your partner and enjoy sex. That would be our OK， 好了，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特别开心哈，也祝所有有 boyfriend 或者有生命中有那个特殊的人的宝宝七夕快乐，两个人能永远在一起，快快乐乐的。也祝那些单身的女孩子们赶快找到你们心目中心仪的男孩子，女孩子都是赶快找到。Sorry，bye。